玄黄要塞大殿中心，一身着红色衣裙的倩影正有些慵懒地斜靠着椅背。各位，失明宗大军压境，近日上海只是试探性进攻，或许不出3日时间，便是会正式动手。沉默的大殿之中，彩铃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边皇、丹王、法马等人都是一片漠然。失明宗势力太盛，斗尊级别的强者远胜于我们，正面交战，我们并非是他们的对手。一旁一位坐在轮椅之上的男子轻声道：萧鼎所言，在座的众人其实都很清楚，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实在是过于无力，因为此时的各种计谋策略都不好使。仔细算来，失明宗那边加上魂殿的一些，以及通过威逼利诱而来的强者，光是达到斗尊级别的就有30多人左右，而反观炎盟却是顶死仅有10位，两者间的强者数量完全不成比例。更不用说6星斗尊以上的强者，失明宗那边就有8人，而这8人之中更是有着4人已经达到了8星斗尊的层次。半晌后，萧丽的声音打破了沉寂：若是实在不行，便拼了吧，进不得进，退不得退，不如一战到底。大殿内的众人闻言心头都是一沉，目前为止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萧炎应该会在这段时间内赶回炎盟，只是什么时候回来，能否带回强有力的援兵尚且不知。萧炎这边还在赶路的时候，那高达数百丈的要塞之上，无数的炎盟战士正脸色凝重地望着远处的那人海，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又怎么样？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敌人。终于要开始进攻了吗？城墙中央位置，一道倩影傲然而立，虽身着一道纤细的紧身红色盔甲，却难以遮掩那如蛇妖一般动人的曲线。狭长的双眸盯着远处退去的黑雾，美杜莎握紧了长剑。彩铃，若是到时候抵挡不住，你便带着潇潇离开吧。萧鼎轻声道：这可是3弟的孩子，绝不能出半点差错。一旁的萧丽也是一脸的凝重，沉声道。闻言，彩铃却是微微摇了摇头，偏头望着身旁的白衣小女孩。彩铃蹲下身来，摸了摸她眉心处的七彩蛇纹，最终将其轻轻抱入怀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缺少了那不靠谱的老父亲的陪伴，小女孩格外的懂事，小手反抱着彩铃修长的玉颈，脆生生的道：娘亲不要怕，大伯说过爹爹会回来的。他真的会回来？抱起小女孩，彩铃望向一旁的小医仙，轻声道：他进入天幕应该需要半年时间，算算时间，如今也该从古界出来了。若是他到了星陨阁，药老必然会告诉他这边的事情，以他的性子会全速赶来。小医仙点了点头道。彩铃双眸轻眨了眨，并未说话，玉手拍了拍怀中小女孩的小脑袋，旋即盯着小医仙道：若是要塞被攻破，你带着潇潇先走，若是他出了什么事，不管萧炎做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即便是我死了。闻言，小医仙微微一怔，望着彩铃那紧抿的红唇，沉默了半晌，最终重重点头。他知道彩铃说出来的话绝对会做到。彩铃，这些年为了炎盟与萧家，你付出的太多了，若是此次能够顺利度过，我一定让萧炎正式迎娶你到萧家。萧鼎沉声道：大哥说的对，这次那小子若是回来，必须将这事给办了。一旁的萧丽也是重重的点了点头，还是先将眼前的麻烦过了再说吧。语毕，彩铃将怀中的小潇潇放下，脑海之中却是不自觉地浮现了一道身着黑衫的年轻身影。蛇人族每一任的女王若是倾心于人，便将忠贞不渝，即便是心爱之人死了，那她的心也将会随之死去。再度起身时，美杜莎的眼眸充满了坚定。美杜莎，你可曾想好了，究竟是投降于我失明宗，还是让我失明宗将你炎盟屠杀至鸡犬不留？天空上，一道身形壮硕、肩扛着金色大刀的中年大汉闪掠而出，旋即眼神十分露骨地打量着彩铃身上的每一寸。莲步轻移，美杜莎平淡却坚定的道：炎盟有死于战场的战士，没有投降的逃兵。听到这话的金发中年男笑了，他有些稀罕这样的朝天椒，够味儿。若是此番大战能够将之擒住，并且将之收为禁脔，将其驯服承还于自己身下，那么此战即便是再动如何大的干戈都不算什么。美杜莎，你应该清楚，炎盟只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你们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我们相比。只要你炎盟答应归顺我失明宗，再将萧家所有人交出来，我以失明宗宗主的名义向你保证，绝不伤炎盟一人。金发男淡淡笑道。
对此，彩铃回应的是2个字：喜阵。随着彩铃的声音落下，一张将整个要塞都笼罩在其中的巨大能量罩缓缓浮现。弓箭手准备！彩铃再度冷喝，旋即一台台足有7、8丈大小的弓弩车，在几人的合力之下，都是被迅速拉扯而开。这可是特制的弩箭，经过几位达到斗灵级别的战士协力使用，即便是斗皇强者，若是一个不防，都会被洞穿身体，钉死在地面上。金发男着实有些不明白，美杜莎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不聪明的决定。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从后方响起：石田，不要再废话，你若是喜欢的女人，等要塞破了，擒了给你便是。若是因为你的缘故导致萧家之人跑掉的话，这责任你负不起。这话说的石田很不爱听，不过面上还是笑了笑道：九天尊多心了，如今的严盟已经是瓮中之鳖，他们那点力量在我们看来不值一提，怎会让萧家的人跑掉？九天尊只冷哼一声，没有接话。那石天尴尬地笑了笑，最终下发了指令：杀！死亡的号角已然吹响，能量罩的庇护终究无法长久，最终破碎于敌方一条足有1000丈庞大的能量巨兽之手。就在能量罩破裂开来的刹那，彩铃冰冷的声音在城墙之上的每一个人耳边响起：各位，西北大陆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因为后面便是我们的帝国与疆土。若是心中尚还有血性，便拿起武器，血战到底！杀！彩铃一剑挥出，一道将近100丈庞大的剑罡，便是直接将那冲在最前面的10几位斗皇强者生生劈裂至2截。萧医仙，萧萧交给你了，好好保护他。彩铃轻声道。娘亲！似是感觉到什么的小潇潇抱着彩铃那修长的玉腿不撒手，那乌溜溜的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自家娘亲。乖，不要怕，待会儿娘亲便去找你。彩铃轻轻拍了拍小潇潇的脑袋，随后将其送到小医仙身旁，就转身掠上了半空。石天，可敢出来与本王一战？彩铃傲立虚空，冰冷双眸直射远处的石天，冷喝道：美人相邀，怎能拒绝？将手中大刀舞得虎虎生威，石天几个闪烁，便是到了彩铃面前，目光火热地注视着女王的纤细与丰满。石天只觉得一股邪火自小腹处油然而生，这等尤物简直就是绝世罕见，真是便宜那个叫做萧炎的小杂毛了。不过待得我将之抢过去后，这等美人便是属于我的了。石天如此想到之时，彩铃的攻势也到了，凌厉的剑罡挑起道道诡异弧度，就如同暴风一般席卷石天周身要害。那石天也不是吃素的，手中金色大刀舞得跟风车一般，就将那凌厉剑罡尽数抵御而下。天空上，彩铃与石天展开大战之时，要塞之外100丈之内也已经被极度混乱的战圈所充斥。九天尊悬浮天际，目光淡漠地望着那不断交战的战圈，只觉得欣慰极了。只因在他的眼里，这一片区域所有战死之人的灵魂，在落地的那一刹，都是会被一种诡异力量吸入地底之中，即便是那极为弱小的灵魂，都是没落下。蠢货们，斗吧，死得越多越好。这样一场大战下来，魂殿便是能够直接收纳成千上万的灵魂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上的局面几乎要一边倒了。小医仙姐姐，你先带着小潇潇离开吧，这里顶不了太久。青莲的喝声从一旁传来。想走？哪有那么容易？青莲的喝声刚刚落下，前方突然几道鬼魅身影暴掠而来。几个3星以下的斗尊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青莲冷笑一声，身形一动，便是控制着周遭那些保镖，对着那几名3星不到的斗尊强者围杀了过去。小医仙，走！同一时间，天火尊者也出现在了小医仙身旁，沉声道。旋即又率领几名斗尊强者加入了战圈。然而不久之后，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从小医仙的不远处响起。如此年龄便是拥有着这般灵魂力量，还真是老夫这么多年首次所见啊！小医仙眼瞳一缩，抱着怀中的小潇潇，身形就开始急退。然而他刚刚退了不到100丈距离，一个丑陋的老头就甩着手中的锁链朝着潇潇攻来。混账，居然对着孩子下手！小医仙怒了，玉手一扬，一股剧毒的斗气匹链便是爆射而出，直接就将那锁链弹开了。然而小医仙并未追击，而是再度暴退。可惜的是，又是一道身影竟从小医仙身后袭来。哪里走？眼看着就要被包了饺子，小医仙玉手猛地挥出一道柔和劲风，就将怀中的小潇潇朝着不远处的萧丽送去。萧丽，接住！
旋即小医仙不再保留，剧毒斗气一阵翻涌，生生的应接下了2名6星斗尊的联手攻击。然而萧丽这边却没能顺利的接住潇潇。就在他的手快要抓住潇潇的那一刻，一道鬼魅身影快一步拍在了他的胸口之上，吐血到飞间，萧丽的双眼瞬间变得血红，可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潇潇落入他人之手。美杜莎，赶紧投降，否则别怪老夫心狠手辣了。正在与尸天激战的彩铃看着被金树老头抓着的潇潇，一张俏脸瞬间变得惨白。然而就在那老者的手正想朝着那细嫩的脖颈处抓去，显得更加有威胁性的时候，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头骨与颈骨就分家了。余光瞥见的最后一幕，就是一黑衫青年将那小女孩抱进了怀中，抬起头来望着远处那突然间僵硬下来的彩铃等人，黑衫男子微微一笑，轻声道：“抱歉，回来的有些晚了。”萧炎，3弟，盟主。萧炎的回归让得炎盟的众人都是一阵狂喜，然而下一秒就见一失明宗的斗尊强者冲着萧炎的后背就是一记黑虎掏心。众人小心的喊声刚落，就见那偷袭者已经口吐鲜血的倒飞了出去，萧炎甚至连身体都未曾转过去。牛逼 max！ 抬起头，萧炎看了看自家被压着打的战场，手掌轻轻一挥道：“动手吧！”旋即众人就看到斗尊天团的闪亮登场，好恐怖的阵容！萧鼎与海波东等人皆是目瞪口呆的望着这豪华的手笔，一时间生出了无限的感慨。各位，动手吧，让我们来试试这西北大陆上的斗尊强者到底强到何种地步。只见那胡氏老大仰天大笑，旋即直接是踏着虚空就对着不远处的失明宗强者暴掠而去，其余的强者以及星陨阁的氪星长老紧随其后。收回目光，萧炎冲着怀中盯着自己看了许久的小女孩轻声道：“叫什么名字？”潇潇。看着这陌生却又忍不住想要亲近的男子，小女孩低声道。萧炎只觉得自己要被萌化了，微笑着捏了捏前者的鼻子道：“知道我是谁吗？你是爹爹吗？”认真的看着萧炎好一会儿后，潇潇才小声道。这一声爹爹直接就撞进了萧炎的心巴，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就将小潇潇紧紧的按进了怀中。女儿乖，贴贴。只是还没来得及跟自家闺女儿多培养感情，一道充斥着狂喜的大喝声陡然响起。你小子总算舍得回来了。萧炎偏过头，就见那轮椅都快生出火星子来了。大哥二哥别来无恙啊。萧炎笑道。你这家伙。萧丽冲上来就是一个熊抱。还好吧。按了按自己的腿，萧鼎也是看着萧炎道：“萧炎微微点头，正想说点什么，一道熟悉的笑声突然传来：“盟主大人，你这甩手掌柜可当的实在是太称职了呀！”随后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也都闪掠而来，冰皇海波东、法玛，还有着当年的丹王古河。在萧炎对着这些当年的老熟人一一拱手之时，一道红色倩影一把便是将萧炎怀中的小潇潇抱了过去。彩铃望着眼前这身着紧身红色盔甲但却依旧纤细丰满的妖娆女子，萧炎柔声道。彩铃娇躯微微一僵，目光复杂的看了萧炎一眼后，略显慌乱的揉了揉小潇潇的脑袋道：“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这委屈中带着埋怨的小口气，再加上一旁萧丽等人的神助攻，萧炎的心中也是涌上了一股歉意，上前2步伸出手臂揽住那细腻的纤腰，也不顾后者的挣扎，就将其搂进怀中，轻声道：“对不起，辛苦了。”萧炎此话一出，饶是以彩铃的坚强，也是觉得鼻尖有些发酸。或许是多年的努力付出得到了回应及肯定吧，彩铃心中的怨念与委屈散去了不少。但不要以为这样便能放过你。彩铃依旧轻咬着银牙道，旋即冷艳的脸上略微有些绯红的挣脱了萧炎的手臂。萧炎知道彩铃的脾性，无奈失笑后道：“接下来的事便交给我吧。”旋即不忘捏一捏小潇潇的脸庞道：“乖女儿，跟在你娘亲身后哦。”“爹爹加油。”小潇潇点点头，脆生生的道：“小心一些，对方的斗尊强者也不少。”彩铃绷着脸叮嘱道。对此，萧炎回之一笑，旋即踏着虚空，缓缓地走出城墙。“你便是萧炎，炎盟的那个盟主？”石天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琢磨着先砍哪只手。因为即便是现在上还未攻破玄黄要塞，他也已经将彩铃当成了他的禁脔，怎能容许他人染指？还是砍头吧。石天将手中的金色大刀猛地狠狠一劈，就见那将近100丈的巨大刀芒便是由上至下狠狠地对着萧炎的脑袋劈了下去。萧炎见此，手指头都没动一下，惊得彩铃等人心跳都是落了一拍。
然而石天那连七星斗尊都不敢毫无防备应接的强劲攻势砍到萧炎身上，并未惊起半点波澜。为夫牛逼不？再给你们露一手。轻弹了弹衣袖，萧炎手掌对着石天摇摇一挥，一股可怕的炙热劲风便是直接洞穿空间，然后快若闪电的在后者面前凝聚成一只火焰大手，最后直接拍在了石天的身体之上。什么档次的东西也敢肖想我的女人？还有那可恶的魂殿，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搞我家人！九天尊，滚出来吧！随手一掌解决石天。萧炎抬起头来，目光望向遥远处弥漫的黑雾，淡淡的声音如同雷鸣一般，在这片天际陡然响彻。九天尊也是个听话的，让出来就麻溜的出来了，生怕晚了就没有出场机会了。我倒是谁？原来是你这丧家之犬！没想到你还有胆子回到这里。既然如此，那此次也顺带着将你也擒了，一并带回去吧。九天尊目光阴冷的望着远处的萧炎，冷声道。听到九天尊的大话，萧炎笑了，就怕你没这等资格。开玩笑，若是在进入天幕之前遇到这九天尊的话，或许还会略微有些麻烦，但现在嘛，萧炎有10成的把握将这九天尊彻彻底底的留在这里。同等级之中，萧炎至今还真的未曾惧怕过谁。大言不惭，还真以为实力有所提升便是足以嚣张？今日这里恐怕你是来得去不得。九天尊冷喝道。此时的九天尊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不耽误他怕死。石天那下场可不是假的，看我找援兵，围殴总行吧？只见3道身影突然闪掠而来，立于九天尊身后。旋即森然的目光在萧炎身上一扫，怪笑道：原来是这个小子，据说我们魂殿有好多家伙都因为抓这个小子失手了，要不一起出手将其抓回去吧？说是能将这小子带回去的话，那可是大功一件呀。另一个人道。萧炎目光扫了一眼那出现的3位黑袍老者，还未开口，下一秒一道大喝之声自萧炎身后传来。魂殿的人总喜欢干这些勾当。瞬息间，3道身影便是出现在萧炎身后，正是那此次被邀请而来的胡氏3老。没错，他们将炎盟那边的局势稳定下来后，就直接过来帮萧炎撑场子了。胡氏3老，没想到你们这3个老不死的也来了，看来果真是活得太久，连脑子都是昏沉了。九天尊沉着一张脸，讽刺道：哟呵，还是认识的，说谁老不死呢？别人怕你魂殿，我们可不怕。这天大地大，你还真以为魂殿能只手遮天不成？只见那胡氏老大撇了撇嘴后，又偏头冲着萧炎道：少阁主，这聒噪的老家伙便交给你，其余3人交给我们3人如何？那当然是可以的啦。胡氏老大见萧炎点头，一声大笑，带着他的2个胞弟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冲着魂殿之人就杀了过去。九天尊看了看顷刻间便战作一团的6人，咬了咬牙。虽然魂殿此次前来的任务就有抓走所有的萧家之人，但目前这情况只有先把萧炎解决了呀。定了定神，九天尊手掌一握，就见那周围的阴寒之气便是飞速的凝聚而来，最后化为一层黑色的晶层套在其右掌之上。下一瞬，其身形便是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之下诡异消失。好快的速度！城墙之上，一众炎盟的强者脸色十分的难看。然而天空上的萧炎却是缓缓的摇了摇头，这等速度还不够。话音落，就是一掌猛地挥出，掌风所至之处，一道虚幻的身影顿时浮现而出，旋即阴寒的拳风就狠狠地与萧炎的手掌硬焊在了一起。8星斗尊！劲风暴涌间，九天尊的身形彻底浮现。随后他就在极热与极寒的洗礼之中倒退了10来步，堪堪咽下涌上的鲜血。九天尊傻眼了，一同傻眼的还有下封炎盟的海不东一行人。萧炎当年离开之时，也就刚刚突破斗皇层次吧，这才短短几年时间，就突飞猛进到这种地步了。萧炎看着九天尊精彩的表情，缓缓地摇了摇头，感慨道：没想到啊，多年不见，你竟然还是毫无长进。此话一出，不得了，九天尊那张老脸肉眼可见的变得堪比大青虫。小子，你未免也得意得太早了一些。只见九天尊气息一阵暴涌，手中飞快结印，不多时，一道道足有100丈庞大的能量巨掌就铺天盖地的朝着萧炎砸去。然而萧炎是懂如何气人的，一边漫步在空中朝着九天尊逼近，一边将那些个躲不掉的能量巨掌拍烂，活像是在驱赶凡人的苍蝇。任由九天尊涨红着脸庞如何阻拦，都是未曾让得他的脚步有丝毫的停顿。直到萧炎将最后一道临近的巨大能量掌拍成碎片，抬起头，萧炎冲着九天尊笑得恶劣。这场战斗其实完全就是单方面的碾压，萧炎从来都是越级战斗的存在，再加上远古虫皇衣以及龙皇骨甲这等逆天级别的规格，
毫不夸张地说，九天尊连萧炎的防御都破不开。此时的九天尊也清晰地认知到了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虽然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怕死，当下就是一咬牙一跺脚逃命去了。见到九天尊欲逃，萧炎却是一笑，既然来了，何必再走？话音落，萧炎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九天尊身后，旋即右掌轻轻拍在虚空之上，一圈带着寂灭气息的黑色光圈就飞速的弥漫开来。没错，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调调，正是大天造化掌。眼看着那死神之镰就要割了自己的脑袋，九天尊慌了，冲着下方的地面就大喊道：“四哥，救我！”那声音之尖锐，犹如小刀划玻璃。九天尊突然嚎这一嗓子，让萧炎立马意识到，这地底只怕是还有更强的魂殿之人猫着呢。不管有没有帮手，先将这家伙杀了再说。眼眸闪了闪，萧炎就拿定了主意。只见萧炎右掌猛地朝前一推，漆黑光圈的扩散速度就陡然暴涨。九天尊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一边拼了老命的将体内斗气朝着后方挥去，一边哀嚎着叫四哥。这个蠢货真的是烦死人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大地裂开了，一个足有数百丈宽的深涧随之显现，一股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也随之传来，隐隐间甚至还有着无比凄厉的惨叫声传出。没想到这大地之下居然还隐藏着这等玄机，看来魂殿的这些家伙还真是有所筹划呀。心里这般想着，萧炎震惊之余，手上的动作却是丝毫不减。九天尊一只手臂不幸被光圈卷住了，不多时便是直接变得血肉模糊。九天尊也是个狠人，见自己用尽手段摆脱不了，十分果断的就断了一臂。萧炎见九天尊想跑，立马就给黑色光圈加了个速。就在九天尊绝望之际，他四哥的出场流程终于是走完了大半，随便派了一条由血液凝化而成的百丈巨龙来拯救他。可惜萧炎不吃他四哥围魏救赵那一套，宁愿硬扛血龙一击，也要杀了九天尊。被黑色光圈吞没的那一刹，九天尊劫后余生的笑容甚至没来得及敛去。同一时间，城墙上的众人也陷入了死寂。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没人能想到萧炎居然选择同归于尽这等惨烈的死法。萧炎真的死了吗？十几秒的寂静之后，一道消瘦的身影踏着虚空缓步走出。魂殿的人啊，总是喜欢跟老鼠一样躲在暗地里。萧炎出现的那一刻，要塞上猛地响起惊天动地的欢呼之声，而那深涧之中也是响起一道淡淡的惊讶之声。咦？随着一阵咕噜噜的声音响起，粘稠的血海自深渊之中不断上升，最终与深渊齐平之时，方才缓缓停止。随后，一个红袍红发红眼红眉的人影从中钻了出来，带着那粘稠的血腥味。见他一身红，我们姑且先叫他小四儿吧。只见小四儿哑着声音就冲着萧炎道：“不愧是能够让店主重视的人，你的确有着一些自傲的本钱。”闻言，萧炎正想开口说些什么，胡氏老大的声音忽然传来：“少阁主，小心些！此人乃是雪河尊者，是中州上极其出名的强者，一身化雪大发，极端诡异。只是后来他却突然间销声匿迹，没想到居然是去投奔了魂殿。”听得胡氏老大的话，小四儿很是满意自己的威名尚在，怕别人记不住似的，还十分友善的着重强调了一下，大家可以称呼他为魂殿四天尊，或者是说雪河天尊。看着小四儿嘚瑟装逼的模样，萧炎眼眸微眯，内心疯狂弹幕：魂殿这些个狗东西，还好老子及时赶回来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面上却是淡淡一笑，道：“你倒是悠哉，但却连同伴都懒得相救。”语毕，萧炎随手一扬，就将那死的几乎没有人样的九天尊朝着小四儿的脸上丢去。淡漠地瞥了一眼那尸体，小四儿嘴巴一张，一道血箭便是爆射而出，直接是生生的将后者轰到化成血浆爆裂开来。这个失败了好几次的废物，救了也没什么用。红毛小四儿声音不带丝毫感情的道。见到这一幕的萧炎嘴角挑起一抹讥诮，感情对于你们来说果然是多余的，那本来就是被抛弃的东西。小四儿长动一笑，随后又轻叹道：“本来不想出手的，奈何这个家伙太无能，又是折损你手。既然如此，那还是由老夫来吧。萧族所有人的血脉，老夫都会如数的带回去。”伴随着小四儿的话音落下，血海之中陡然间爆起道道巨大血柱，血雾弥漫间，一股阴森的令人骨头发冷的气息缓缓地自四天尊体内铺天盖地地席卷而出。凡是气息所波及的地方，无论是炎猛还是失明宗的人，体内血液皆是在此刻猛然沸腾了起来。旋即现场就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震天响的同时，血色的纸屑也漫天飞舞。
小四儿这般无差别攻击的骚操作，直接惊呆了众人。不多时，深渊周围的片区直接变成了真空地带。此时，一个不怕死的声音突然响起：“混账，你这是在干什么？你难道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出生之人正是死了一半，好不容易才缓了一口气过来的石天。对于这种脑子拎不清的蠢货，小四儿没有任何想要同他废话的欲望。但他看着石天活着挺累的，就十分好心的送了石天一程。失明宗的人见自家宗主都被随手杀了，更不敢吭声了，一个个的活像受惊的鹌鹑。收缩研磨的兵线，这个家伙喜怒无常，寻常军队只不过是送死的。彩铃见情况不对，果断下达了指令，让外面的军队迅速退回要塞之中。现在便只能指望萧炎能挡住这个家伙了，不然的话，玄黄要塞依旧免不了要血流成河。海波东满脸凝重的道。对此，彩铃等人皆是点头。此时，萧炎看着小四儿的手段，初步判断小四儿应该是有着能够遥控人体血液的手段，心神一动，便是用火焰将自身全方位包裹。对此，小四儿不屑一笑，道：“斗气是防不住我的化血大法的。”话音落，萧炎顿时就感觉到了那种全身血液即将破体而出的胀痛。然而，就在他刚欲镇压体内沸腾的血液之时，其心脏处却是突然猛地跳了跳。旋即他便发现一股奇异的力量自心脏之内传至奇经八脉，然后他就没事了。这是那天在天幕融合的血脉。萧炎转瞬就想通了其中关键，猛地抬头，萧炎冲着司天尊笑道：“看来你的化血大法并没有你所说的那般厉害呀。”怎么回事？首次遇见对自己拿手好戏免疫的人，司天尊懵了。他施展的可是天阶斗技，就算是一些半圣级别的强者也不会毫无反应啊。看着小四儿一副我人麻了的表情，萧炎像是嫌弃惊吓不够多一样的，双手结印，瞬间就放出了额间的族纹。萧族族纹，你竟然激活了萧族的血脉！小四儿满脑袋问号，萧炎的气息却是已经暴涨完毕，对着那眉头紧皱的司天尊微微一笑，萧炎脚掌朝前一踏，就消失不见了。见到萧炎消失的瞬间，司天尊丝毫不慌，冷笑一声后飞速后退3步，手掌对着右侧的虚无空间就狠狠地轰了过去。心处的拳风所致，萧炎的身形也随之显现。别问为什么能精准地找到萧炎，问就是小四儿能够感觉到其体内的血液流动。被发觉位置的萧炎稳得一批，仗着自己龟壳厚实，胸膛应接小四儿攻击的同时，也是一拳轰在了小四儿的胸膛之上。这种毫无技巧可言的对轰，显然是萧炎占了便宜的。从小四儿倒退了好几步，萧炎却仅仅只是抖落的肩膀就能够看得出来。弹了弹衣衫上不曾存在过的灰尘，萧炎满脸微笑的道：“这样换拳的话，你似乎扛不起。”司天尊死死地盯着萧炎的衣衫，恨不得当场给他扒下来穿自己身上。这小子简直有毒，看来只有用绝对的力量才能把这小子轰成渣了。看我的化血大法，大噬血术！只听小四儿一声厉喝落下，周遭1000丈之内，凡是实力低于斗尊层次的强者，身体都是在这一刹爆炸而开，旋即化为一股股养料，同下方深界之中弥漫的血海一起，源源不断地灌注进入小四儿的体内。然后小四儿的气息就开始猛然暴涨，暴涨的力量让小四儿的信心也膨胀了起来。萧炎，不要将本尊当作魔芋那等废物！你萧家所有人的血脉，连带着你这激活的血脉，本尊今日都收定了。气息暴涨后的司天尊实力已经远超普通的斗尊巅峰强者了，然而半圣却是未满的。怎么去衡量这其中的差距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量词：九转。中州上的顶尖强者都将其称为九转成圣。简单来说，就是处于斗尊巅峰的强者，体内斗气在出现饱和之时，就是九转的开始。他需要将体内的斗气全部进行凝练与压缩，待得再次修炼至饱和时，继续凝练，如此反复9次之后，体内斗气便是会产生质变，进而一跃踏过那无可丈量的天界圣界。一个斗尊巅峰强者体内所蕴含的斗气是何等的恐怖，要将之填满9次，其中难度可想而知。先前小四的实力仅仅是1转斗尊巅峰，甚至是比施展了族纹后的萧炎还要略微弱上一点，但现在的小四儿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四儿了。方前吸收的众多血液直接将他的实力暴涨到了3转的层次，可别看长得如此之多，其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那就是在施展秘法之后的1个月内，他的身体将会陷入一种濒临死亡的地步。这种情况下，要是一个老巢没选好，或者是回家不及时，就可以直接躺板板了。此时的小四儿为了完成任务干掉萧炎，也顾不上许多了。一声低喝之后，就见一股股恐怖的血色雾气猛地自其体中暴涌而出，
最终汇聚成一团团浓厚的血云，腥臭至极。萧炎见小四儿放大招了，自己也不藏着掖着了，先手放出4种异火，随后口吐虽然是假异火，但并不影响使用的化生火。是的，没错，5轮离火法重出江湖了。先是武灵齐齐现身，再是爱的魔力转圈圈，5轮离火盘现。远处那4天尊见状，毫不示弱的也是嘴巴一张，旋即一道血柱便是喷射而出，直射天空上的血云。只见那血云一阵翻涌之后，直接形成了一个1000丈庞大的血红手印，随后朝着萧炎狠狠拍去。萧炎，看本尊这一掌将你拍成虚无！哼，大言不惭！巨大的5色火盘同那血掌相撞的那一刻，生生将天空上的云朵都震成了虚无。望着那在天际形成的可怕能量飓风，4天尊眼眸微眯，但其身后却是突然传来了萧炎的声音：“大天造化掌！”这一招出其不意，惊得小四儿眼头紧缩，连忙施展血魔袈裟进行防御。然而哪里敌得过萧炎的预谋已久？于是飞天喷射战士重出江湖。小四儿也是有脑子的，虽然不多，但9天尊的下场也足以警醒他了。于是小四儿借着倒飞的冲击力就想跑，想走。萧炎笑了，背后青红古翼微微一震，便是直接送了一朵美轮美奂的4色火莲给小四儿，这可把小四儿给感动哭了。就说怎么魂殿有这么多强者，都是栽在了这小子的手中。莲花做的可真好看。萧炎将莲花送到小四儿的心巴上时，天际之上绽放出了最美的烟花。不多时，上天还附送了一只烤猪。安心啦，小四儿还没死，只不过现在的状态同先前的10天没好到哪里去。萧炎担心砸落回身间的小四儿活得太痛苦，打算给他一个痛快，召唤出一道紫褐中带着一点森白的异火，就朝着那气息残存的方向狠狠轰去。萧炎斩草除根的想法是极好的，可惜祸害1000年，关键时刻4天尊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捏碎玉剑，随后就被空间黑洞传送走了，逃的倒是挺快。以极快的速度冲下深涧，萧炎望着那残留的扭曲空间，喃喃道：连战2名魂殿天尊，并数次施展天机斗技，还是让萧炎有些吃不消的。现如今虽然大局已定，但还是有些小尾巴需要收一下。缓了口气，萧炎背后的青红古翼一震，便是再度出现在战场之上。目光扫了扫尚还在交手的魂殿以及失明宗的强者，萧炎当下便是一声冷哼，旋即食指连弹，就见不少的炙热火柱如同横扫天际的激光一般，狠狠地轰中那些对方的强者。一时间惨叫声不绝于耳，只因一旦被那异火沾上，他就会如同复古之躯，任由他们如何施展斗气抵御都是徒劳。最终不少被火燎了屁股的鸡都飞快地跑了，其中魂殿的那些个小人跑得最快。萧盟主手下留情，我等也是被逼而为。余下的那些个跑不快又怕死的强者以及宗门见此情况，连忙惊叫道：对于这些个墙头草，萧炎没把事情做得很绝，招揽是不敢招揽的，全杀吧于炎盟的后续发展不利。所以沉默了片刻后，萧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要走可以，一命换一命，拿失明宗的人来换你们的。萧炎此话一出，场中就陷入了短暂的寂静，旋即天空之上便是再度爆发了一场大混战。俗话说得好，死道友不死贫道嘛。至于失明宗，此战之后将不配再拥有姓名。做好收尾工作，萧炎转身就对着要塞的城墙之上落去。炎盟的群众们当然是展现了极大的热情与欢迎，在炎盟不倒，盟主万岁的欢呼声中，彩铃瞥了萧炎一眼，淡淡的道：又让你来做了一回孤胆英雄。清楚看到彩铃勾起的唇角，萧炎很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么多年了，还是一点没变呀。突然间，那胡氏三老闪掠而来，冲着萧炎大笑道：少阁主果然是出人意料，居然连那雪河尊者都能够收拾。想当年那家伙的出名程度可是不逊色于你的老师啊，虽说是凶名。对此萧炎回之一笑，随后道：多谢诸位了，待得此次回去之后，剩余的报酬必然会拱手奉上。闻言，紧随胡氏三老而来的斗尊天团们连忙出声道：不碍事儿，以药尘的名声，难道还怕他赖账不成？面上挂起微笑，余光瞥见已经开始清扫战场的炎盟军队，萧炎的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旋即一道脆甜的声音就让他露出了不要钱的灿烂笑容：爹爹威武！偏过头望着那在彩铃怀中冲着他挥手的小潇潇，萧炎在心中叹息道：若是父亲得知，必然也会很欣慰吧。父亲，我会尽快将你解救出来的，到时候我们一家便是可以再度团圆了。快步上前，从彩铃怀中抢过小潇潇，萧炎吧唧一口就亲在了后者的小脸蛋上。随后萧炎就见潇潇眉心处的蛇纹突然一亮，
旋即一道七彩光影闪掠而出，最终盘踞在萧萧的肩头，冲着萧炎打招呼。这是七彩吞天蟒。萧炎愣住了。七彩吞天蟒并没有被我完全占据，他的灵魂借助萧萧的身体再度重生，而作为回报，他的力量能够被萧萧完全的借用。也就是说，萧萧一出生便是拥有着斗尊强者的力量。彩铃轻声道：“哦。”听得此话，萧炎眉头一扬。七彩吞天蟒，那可是蛇形魔兽中巅峰般的存在，即便是亲临的地蛇三花瞳都是无法控制。而且巅峰时期的七彩吞天蟒足以跟斗圣强者相媲美。日后萧萧在能使用自身力量的同时，还能叠加吞天蟒的力量，这一人一蛇联手，绝对是1+1大于2啊！萧炎乐了，旋即眼中涌现一抹火热，随后喃喃道：“我的女儿可不能光光依靠别人的力量。现在萧萧正是体质最柔软可塑的时候，我虽然不能拔苗助长，但却能够给予她一个完美的修炼条件。”距离萧炎最近的彩铃自然是听到了萧炎的话。老实说，彩铃把萧萧看得十分重要，是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那种。萧炎如今的表现，彩铃很是满意，就连一向冷艳的脸庞也是不由得柔和了许多，甚至十分好心情的冲着萧炎微笑道：“萧萧如今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当年你送回来的天魂血骨丹为其塑造了不错的体质。”说到这里，彩铃不由得回想起了当年下定的决心，若是萧炎胆敢在约定时间里忘记曾经说好的丹药之事，或者像那融灵丹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忽悠他，那他就走了，连带着族人一起迁移的那种。所幸萧炎这次没有掉链子，不然老婆跑了，女儿也没了。只是这天魂血骨丹固然不错，但却只能算作7品低级的丹药，有筑基之效，却远远不到完美的层次。他萧炎的女儿自然是值得最好的。于是萧炎出声道：“天魂血骨丹的确不错，但却还不够。”的确如此。比如那玄蒲筑基丹就极为适合萧萧，只是此丹乃是7品巅峰的丹药，我来炼制的话，仅有40%的成功率。说是真要炼制，恐怕只能让盟主来。一旁突然有着一人淡淡的道。萧炎顺着声音望去，却是不由得一笑，随后冲着那人拱了拱手道：“古河大师，别来无恙啊。”古河也冲着萧炎拱了拱手道：“盟主，你这一去就是好几年时间，可当真是潇洒呀。”老实说，目前为止，古河挑衅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了。当年云岚宗抢婚一事，萧炎已经打了他一次脸，后来在丹药比拼上又输给了萧炎。虽然他答应了加入炎盟，可那次的失败，古河至今都耿耿于怀。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苦修，古河如今已经是7品高级炼药师了。他自认为放眼整个西北大陆，能够超过他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实力提升了，他的尾巴也就翘了起来，想要找回场子的想法也就按耐不住了。以前是找不到人，现在萧炎回来了，他可不能放过。当然，古河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坏心的，只不过向来以自己炼丹天赋引以为傲的他，无法接受自己会败在这个年纪比自己小上许多的年轻人手中。此时，一旁的彩铃突然出声道：“古河大师如今可是西北大陆上首屈一指的炼药大师，丹堂在他的掌管与发展之下，已经是相当强横。炎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发展，丹堂功不可没。他身后的几位是丹塔的长老，他们都是6品炼药师，丹堂的顶梁柱。”这奇怪的语气，这特别的强调，萧炎正有些品出味儿的时候，彩铃的密语传音就到了。大抵意思就是丹堂在炎盟的特殊地位以及这些年的贡献，导致丹堂的某些高层生出了没有丹堂就没有炎盟的心思。话都说到这里了，萧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要上房揭瓦了呀！不给某些人安排一顿笋子炒肉，只怕过不了多久，炎盟就要改名叫丹堂了。瞥了一眼古河以及其身后的几名丹堂长老，萧炎淡淡一笑，旋即道：“菩提筑基丹虽然尚可，但却不是最好的选择。不知道古河大师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名为伊始丹的丹药？8品丹药伊始丹，这3字入耳。古河以及那几位丹塔长老面色都是微微一变。盟主已经能够炼制8品丹药了。古河惊疑不定地望着萧炎道，其身后的那些丹塔长老们震惊后却是怀疑多一些。因为他们虽然听说过萧炎的一些事迹，但其心中却是一直坚定地认为，如今的古河才是炎盟之中的炼丹第一人。萧炎并没有直接回答古河的问题，而是命令古河明日召集丹堂的所有炼药师，并表示自己会当众炼丹，着重强调当天任何人必须到场，未到者立即逐出炎盟。随后萧炎直视着古河又道：“当年离开时，我给予了丹堂其他堂门所不具备的权利与便利，但如今7品炼药师却是依旧未曾超过5人，这种效率可并不好。”萧炎这一顿敲打，古河是明白了，这是要拿丹堂开刀了呀。
想了想丹堂这些年的习气，古河心中无奈地叹息了一声，旋即就拱了拱手道：“是，盟主，既然如此，那我便先回去召集丹堂的人，等明日盟主前来。”待得萧炎点头后，古河这才领着几位丹堂长老转身离去。望着古河一行人远去的背影，萧炎的双眼微微眯了起来。彩铃此时出声道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此的不客气，会不会让那些个骄狂惯了的炼药师心生不满？此时萧炎的回答是：没了的话再招便是，毕竟这种级别的炼药师若是放在中州上，也就堪混口饭吃。没错，就是如此的豪横。毕竟有了星陨阁与炎盟之间的空间虫洞，以后来往十分的便利。至于人才输送，自己同药老如今在中州炼药界的名气，莫说这些不入流的，即便是7品炼药大师也是会蜂拥而来。打定主意要给自家宝贝闺女儿把伊始丹炼制出来，顺便给那些个坐井观天的青蛙们一点颜色瞧瞧的萧炎，已经开始期待第2天的到来了。玄黄要塞的丹堂分堂，此时正因古河带回来的消息吵翻了天。以7品炼药师柳昌为首的勇气战士都十分坚定地认为，没有丹堂就没有炎盟，而萧炎多年未归，一回来就想插手丹堂的行为属实不该。至于萧炎所说的炼制8品丹药，在他们看来更是可笑，毕竟萧炎如此年轻，怎么可能达到他们都未曾达到的境界？古河看着底下那些个叽叽喳喳发泄着不满情绪的勇气战士，很是头疼，毕竟他的确不擅长管理，最终着重强调每个人明天都要按时抵达后，就很是不耐地将他们都打发走了。看着一下子便是空荡了起来的大厅，古河偏头看了看身旁从一开始便是如同老僧入定一般的老友，苦笑道：“法马老哥，这事儿你怎么看？”徐徐睁开双眼，法马捧起茶杯，随后言语委婉实则犀利地表示：“首先，以柳昌2人为首的勇气战士能够逐渐在丹堂做大，其主要原因是你古河管理不善。其次，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再次，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以及眼界，可不一定能看得起丹堂，解散不是不可能的事。最后，丹堂一定会大换血，而你古河应该庆幸从未搅和到那些势力去。”听完老友的深刻分析，古河不自觉地擦了擦掌心的虚汗。第2天，丹堂的炼丹广场上早早的就长满了人。古河见柳昌与乌镇那2个老家伙迟迟未到，自然是明白了他2人的打算。当真是作威作福惯了，仗着自己是7品炼药师，便是无人敢治他们，还真是不知死活。古河正在心里暗骂时，只见那天际之上几道身影踏空而来，是萧炎他们。见过盟主。古河一行人见状连忙躬声道。萧炎目光扫过全场，随后淡淡的表示：“今日开鼎炼制8品丹药，各位尽量观摩。”之后就盘腿而坐，准备正式开始炼丹了。这时，柳昌与乌镇领着几10道身影匆匆赶来，还生怕萧炎没注意到似的，先是冲着高台上的萧炎拱了拱手，随后再笑道：“晚来1步，差点就要见不到盟主炼丹了。”做出这等挑衅行为之前，柳昌等人其实早早就盘算好了。萧炎动怒，就先扣他一个过河拆桥不是好领导的帽子。萧炎要是忍了下来当鹌鹑，那炎盟距离名存实亡也就不远了。只是柳昌与乌镇着实没想到萧炎的反应居然会是缓缓一笑，随后十分平静地安排他们坐下。意识到萧炎不好对付的2人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但想了想，失去他们2人这样的人才，定然不会是炎盟想看到的结果，就又把心放回了肚子里，甚至十分好心情的想看着萧炎放出大话后准备怎么收场。于是当萧炎的灵魂力量散开的那一刻，之前还信誓旦旦的2位顿觉脸上有点疼，这可是货真价实的8品宗师方才能够具备的灵魂威压呀。在柳昌与那乌镇惊呆了下巴的时候，法马一脸的冷笑，古河则是一脸的复杂，而这种复杂情绪在8天之后5色雷云出现的那一刻达到了顶峰。此时丹塔附近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人天上地下的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是些闻讯赶来的炼药师。望着天空上的5色雷云，古河轻轻叹了一口气，难怪云云始终钟情于他。只是短暂的挫败之后，古河像是想到了什么，目光紧紧地盯着那翻腾的雷云。是了，要是扛不住丹雷，那可就白干了。数百丈庞大的5色丹雷朝着萧炎轰去之时，彩铃等人脸色都是忍不住的一变。可萧炎是谁？怎会被这小小的丹雷拿捏了？快些把暗金葵放出来多吃点。这将近10分钟的雷霆洗礼，成功的让暗金葵看上去更有质感了。不愧是8品丹药的丹雷。丹雷彻底消散后，萧炎挥手间就将暗金葵收回了纳戒，随后屈指一弹就将那顶盖掀了起来，旋起一道金红闪电般的从其爆裂而出。
眼看着就要逃了去，下一秒就被萧炎抓住，并无情地塞进了瓶子里。短暂的寂静之后，震耳欲聋的欢呼之声就响彻了天地。这种等级的炼药师，这种层次的丹雷，于他们来说，有生之年能亲眼所见，简直是酷毙了。盟主威武！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中，萧炎笑了，旋即手掌轻压，朗声道：“此番前来丹堂炼丹，仅是其一。”说到这里，萧炎的目光在柳昌与乌镇二人脸上定了定，随后又道：“丹堂乃是炎盟一体，与其他堂门并无高低之分。然这些年，一些人滋生骄狂之气，视炎盟于无物，独自思维，导致内部失和，此为盟之大罪。我这里有一份名单，其上所写各有罪名。”萧炎手掌一握，一卷卷轴就出现在其手中，将之丢给彩铃。萧炎沉声道：“念。”彩铃接过卷轴，美眸冷冷扫过全场，随后一一为他们定罪。丹塔长老柳昌、乌镇居功自傲，不服调遣，欲战便退，暗中贩卖炎盟丹药，私吞其利。彩铃最后一句话冷喝而出时，广场上顿时哗然一片。那柳昌与乌镇万万没想到，萧炎居然真的敢对他们二人出手。只见这两人在萧炎宣布完全部按炎盟的规矩处罚时，跳起来就是一阵怒骂，指责萧炎卸磨杀驴。然萧炎只一句功不抵过，气得二人当场就表示撂挑子不干了。随后大袖一挥，柳昌一声大喝：“可有人随我二人走？”先前那些被念到名字，知道留下来要倒霉的家伙，以及二人的一些亲信，都是连忙行出，全部跟在柳昌二人身后。这下可把柳昌和乌镇得意坏了，自认这招釜底抽薪使得漂亮。看你萧炎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人，丹堂还怎么运转？再说了，法不责众，想必萧炎也不敢再做些什么，留下一句：“盟主大人，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告辞了。”柳昌等人转身就想走，萧炎却是笑了。现在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费力找蛀虫，但走是不可能让他们走的了。彩铃私自叛盟而出的人是何等惩罚？萧炎冰冷的声音响起。闻言，彩铃勾唇一笑，道：“杀无赦。”彩铃此话一出，那转体转了一半的柳昌的人身体陡然僵硬。片刻后，柳昌与乌镇猛地回头，怒声道：“怎么，炎盟难道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我等全部杀了不成？”他赌萧炎不敢，将双手负于身后。萧炎目光淡漠地望着柳昌一行人道：“炎盟有着属于他的规矩，这些年你二人嚣张跋扈，乱我丹堂，一句退出便可了事的话，那我炎盟日后岂不是只要犯了事的人退出炎盟便可安然离去？那我炎盟日后还如何服众？”听得萧炎那冷然厉喝，柳昌与乌镇脸皮抖了抖，但此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当萧炎是不想放人，想逼迫他们退一步，从而达到立威的目的，或许还想在他们身上捞点什么好处。于是柳昌咬着牙问萧炎：“你到底想怎么样？”萧炎想要的其实很简单，不过是杀鸡儆猴而已。盟规该怎么样，我便怎么样。萧炎说得很淡漠，柳昌与乌镇却是清白了一张脸，因为他们很清楚，要真是按照炎盟的规矩，上百次都不够他们死的。于是对视了一眼后，两人抱起就想逃，可惜萧炎拿捏他们就跟拿捏小鸡崽一样轻松，将翻涌的鲜血吐了个干净后，柳昌二人终于是怂了，哭天喊地的求放过，表示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为炎盟。只可惜这儆猴的鸡他们是当定了。那些个先前打算要跟着两人一起叛出的人也一并被拖走了。惨叫声逐渐散去，显得广场之上很是寂静。在场的丹堂炼药师们就凑不出一身干爽的衣裳。就在此时，古河被点名了，萧炎直接就撸了他堂主的职位，贬为副职，并让其辅助新晋升的丹堂堂主法马大师工作。当然有罚便有赏，萧炎拿出了修炼灵魂的远古法诀，定下了日后如何才能得到他的规矩后，就将卷轴丢向了一脸错愕的法马与古河，证明实力，收拾蛀虫，立威震慑，收买人心。萧炎这一系列操作属实是高明，这不仅肃清了丹堂，还将里里外外的人心收拢个干净。没错，在场的非炎盟的炼药师们都起了心思想入炎盟，至于炎盟的炼药师们当然是卯足了劲头，想要为炎盟做出贡献，从而得到那修炼灵魂的远古法诀呀。灵魂力量对于炼药师们何等重要，今日之前可是从未听说过灵魂还能修炼。以萧炎的身份，不可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放厥词，所以定然是真的。此时法马与果核的内心也掀起了惊涛骇浪，这等早已失传的秘法，萧炎就这么随手的交给他们了？日后定要好好干，誓死效忠炎盟。
殊不知，萧炎给的法诀仅仅只是一部分，余下的自然是要看他们以后的贡献喽。彩铃看着一下子便是变得异常火热起来的广场，在心里由衷的感叹：这家伙这些年倒是比以前更成熟了。偏过头看着萧炎的侧脸，彩铃确信了一点，那就是联盟终将真正的称霸西北大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仔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仔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